就你的印象，你覺得采善樂亭在這一區有很大的升級嗎？這樣說，食材一定有不一樣，可是因為每個人的喜好不同，不一定他食材有升級，我就一定會拿取。繼上次開箱采善樂亭後，很多觀眾都說有升級，但 CP 值不一定有感。結果留言區超多興業老粉推薦桃園中茂店，說這間才是現在鐵粉心中高 CP 值選擇。一樣3個半小時，價格卻少將近300元。今天就來看看到底中茂店更抓得住老顧客的心，還是采善樂亭才是真正的有感升級。我们今天來吃興業日本料理中茂店，因為前陣子我們去吃采善樂亭嘛，那很多觀眾來跟我們留言說，不如回去吃中茂店，因為中茂店它午餐其實也有3.5個小時，而且餐費加上服務費呢還沒有破千。那其實我們事隔2-3年沒有回來吃，這次也想要回來看看說它的表現是否還很好。一整個我覺得價格差蠻多的，因為都不含服務費哦，就已經差了300塊了。好，我們先來吃吃看。我先來講第一個感受，這邊比較熱鬧，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安安靜靜吃飯的話，這邊會比較差一點點。那我有另外一個想法，就是如果我跟朋友來約聊天的話呢，這邊也會蠻適合的，不怕吵到別人。大聲聊。我們先來吃小波這一區，我拿了幾個我喜歡的。那因為才剛吃過采善樂亭，它比較之下就非常明顯，那邊種類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當下看的時候呢，眼花繚亂，其實亮點有點跳不出來。可是你再回來看中茂店的時候，差異就比較明顯。我剛剛去看的時候，其實是有一種落差感的。可是其實吃起來，我覺得口味都是好的。我們試試看這一家的哦。我覺得口味還是一樣穩穩的，非常好。那跟那邊比起来呢，其實我覺得就是差在食材跟擺盤上面，那邊當然還是比較精緻一點。我每次看到蘆薈醋，你都會拿一下。那我們吃采善樂亭的時候，底下留言也是一片哀嚎，說怎麼沒有這個了？那我覺得有時候東西不一定要豪華，只要切中你的心意就好。我也是每次都會拿這個，而且會拿好幾杯。我那時候看留言的時候，有觀眾說他一次要拿什麼15杯之類的，也太多了吧？就他一次去的話，包盤哦。沒錯沒錯。這杯散壽司很讚，裡面直接就有鮭魚卵跟明太子，這個也是可以拿起來。它看起來其實賣相沒有那麼好，可是還不錯。味道不錯。這邊是沙拉跟冷盤，我也是挑選了幾個我想吃的。它比較特別的是啊，它的沙拉是放在冷藏櫃裡面，有專人幫你夾取的。然後這邊呢，我覺得舒肥牛跟牛肚的表現都蠻棒的。最讚的是呢，我覺得他看到這個烤玉米就忍不住一定要拿一下。那我剛剛吃下去真的是蠻香甜的，只是可惜水分比較沒有那麼飽滿。那看到那個炙燒的香氣就會從你的腦中浮現。對，而且我覺得這個醬料也蠻不錯的，我覺得你等一下可以拿一下。好，但我不可以拿到牛肉就是了。它分開的。那它牛肉好吃嗎？牛肉很好吃。那個牛肚嘞？也是 OK 啊，就是該軟嫩都有軟嫩。就你的印象，你覺得采善樂亭在這一區有很大的升級嗎？這樣說，食材一定有不一樣，可是因為每個人的喜好不同，不一定他食材有升級，我就一定會拿取。但我覺得這邊最讚的就是他有專人拿取，那整個擺盤上面看起來就會精緻一些，食慾好一些。所以這一間店的這個非常值得。蝦子跟淡菜。他們冷盤區我最喜歡吃他們的蝦子，因為他們的蝦子其實品質很穩定，雖然說是養殖的，因為大部分你在buffet吃到都養殖，它才有辦法做到每一隻蝦子都是大小差不多的。不過他們的蝦子啊，其實剝起來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它的 Q 彈。所以你現在吃的時候是好吃的，對不对？很甜，然後淡菜我覺得品質也是蠻不錯。我剛剛吃淡菜，我覺得它調味不會太重，所以吃起來會讓我想要蚵仔的感覺。我忘記淋五味醬了，淋上去就會更讚。對，但我覺得他們蝦子蠻值得吃的。其實吃到後面啊，我就會覺得說，其實我們常在吃buffet就是來吃一個食材，它這個食材剛剛好切中我們的點，所以為什麼很多人會說，我如果去吃那個的話，
它有些是一樣，是差不多食材，或是它可能更用心的做。可是在這邊吃的話，就是它都是吃食材，但是它沒有這麼多複雜的擺盤，可是你吃起來還是會很開心。所以很多人覺得說，我退回來吃這個，的確是有道理的。冷盤區，如果我有看到無花果，我都會夾來吃一下，因為我覺得平常沒有很容易會吃到。其實我真的覺得欣葉他們為什麼這麼多長輩，包括我自己都很愛，因為它裡面很多東西的食材是非常的健康的，你吃起來会非常而且它非常安心，可是你調味又不會太重。冷盤蔬菜裡面不剝也有蝦子可以吃，這果然是這種懶人才會想到的事情。我们来吃生魚片這一區，我覺得這個是最主要蠻需要比較的地方，就是生鮮度啊怎麼樣啊，然後口感啊，有沒有冷凍太久之類的。再來進入生魚片這一區會是很多人的重頭戲。那我們先吃紅乾，剛吃它呢，就是哇，你看那個光澤非常的薄，可是呢，先生拿的這一盤明顯的光澤就沒有那麼好，有時候不同一塊魚的落差也是會蠻大的。我覺得它這個有去外面特別去店裡面買的那種好吃哦。但我覺得欣葉一直讓人詬病的就是它的醬油太鹹，搶走了生魚片的鮮味。或許很多人會覺得外面的不夠醬也不夠鹹，所以我覺得這還蠻看人。我自己是覺得，我只要小沾一點就好了，所以我還蠻喜歡的。今天我們2盤拿到的鮭魚其實也都沒有很肥，可是呢，其實他們在退冰什麼的處理上都非常好。我每次吃到的時候，口感都是很棒的狀態。因為我覺得鮭魚它有時候會有一點季節性的，因為冷的時候它一定會比較肥。那我拿到的部位比較好是三角那一塊，但是認真講，我覺得品質還不錯。我覺得采善樂亭吃到的比較肥，但應該是巧合吧。畢竟你多花了那麼多錢，如果沒有比較肥，會不爽的。哇，你這個鮪魚的光澤看起來非常像牛肉你幾乎每次拿東西都不會去拿最重點的東西。其實這個最重點就是這個季節就是南方澳的鮪魚，結果你看你這一盤，一點鮪魚的元素都沒有。你是對的，對，其實我是只要靠北以上是采善樂亭跟歐北拿這樣子，下次我還是我拿，可是我又要拍又要拿，這非常的難。我就拿我喜歡吃的東西啊。所以你不喜歡吃鮪魚？也沒有，我喜歡吃很好的鮪魚，可是很多的鮪魚沒有辦法入我的眼。你這句話瞧不起南方澳鮪魚？沒有。口感真的很讚，它的油脂是多的，但我剛剛有一片只有沾醬油沒有沾瓦薩比的時候，稍微吃出它有一點點的腥味，但是放上瓦薩比之後就很讚了。我很喜歡吃章魚、花枝、軟絲這一類的東西，所以每次看到我必拿。而吃起來呢，稍微有一點水水的脆度稍顯不夠，有點可惜。所以是不是要拿鮪魚？我覺得他們生魚片區就是鮭魚其實蠻穩的，然後有鮪魚就拿，而且我很喜歡吃他們的紅乾，都還蠻不錯的。我覺得我今天的第一名是紅乾，紅乾很好吃。但是我覺得我今天我被切到的這個紅乾很沒有血色，好像過來剛毛捆啊，臉色蒼白。我的紅乾筋好多哦，就要看運氣啊。这边是维生系列料理，不要吃的就是感。欣葉有一個特色，每個餐期中間都會有一次展演料理，那這是今天的展演料理——明太子手捲。其實我比較懷念以前有什麼烤鴨什麼的。真的嗎？可是我覺得這個比較酷哎，我是第一次看到他做手捲出來。試試看哦。它明太子放很多哎，根本一吃下去是鹹爆極啊！它那一區是九州區，然後我覺得不錯，因為我剛剛看他做那個拉麵很好吃的樣子，我等一下會去拿，因為這個好吃。我今天有看到蠻多其他的九州特色，而且我跟你講，很多人會要這個東西的時候說好不要飯，這一定要加飯，不然它明太子很鹹，而且有點辣，不過真的很爽，很好吃，而且一定要趕快拿，趕快吃，那外面才會脆。再加碼2個手捲，我每次來都一定會拿的鮭魚卵跟蘆筍蝦，忘了跟他說不要加飯。然後呢，建議大家拿完手捲就是直接回來，不要再去拿其他東西了。因為海苔呢，只要
每過1分鐘它就會整個不行掉，吃掉就不会沒那麼好吃了。不過我覺得他們在那個很多人在吃這個手卷的時候不喜歡加飯，然後他們這個部分蠻不囉嗦的，所以還蠻不錯的。會換成很多的生菜。不過你忘記跟他講說你不要飯。這我的蘆筍蝦。3罐炙燒握壽司，本來應該要比目魚、鮭魚跟蝦子的，但是呢，比目魚實在太誘人了，所以我每次都會把鮭魚排除在外。它那個炙燒香氣加上油花，我們之前很喜歡吃興業的中午，就是因為有比目魚那個炙燒，非常好吃。我可以說是我專程是為了這個來吃的，我覺得很值。我平常也不太會拿蝦子，今天是因為上面有明太子，但我覺得它加的分量剛剛好，不會讓太過的鹹，然後又有那個明太子的鮮味。入口的時候炙燒香氣一樣也是非常的讚。哦，這個溫泉蛋是一定要拿的，一定要來喝個2、3顆這樣子，然後喝的。溫泉蛋也是經典中的經典。是熱炒區，然後一點時蔬，然後它的豬肉呢，蠻像是我們在日本吃到的中華料理的做法。我跟你講，它這一區它寫一個長崎，它這全部都是長崎的特產，像這個有點像廣州炒麵，還是長崎，因為那邊有很多中華料理。跟你講，這個東西他說是烏龍麵，可是怎麼看都不像。我覺得可能是它前面是烏龍麵，後來就變成這個廣州炒麵。沒錯沒錯，可是其實是好吃的。我覺得我們在做這個口味，其實完全是不輸給長崎那邊，因為我們之前有去吃過。講到長崎，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們那邊最有名的一個東西叫做強棒麵。其實就是我們那種海鮮麵，有沒有？像那種我們平常的炒麵，然後變成湯麵，海鮮湯麵這樣子，其實吃起來就一模一樣。很多東西跟我們這邊蠻像的。這個是昆布牛奶鍋，真的蠻像我們在外面吃小火鍋點牛奶口味的，煮起來就是這樣的感覺。熱炒區這個牛筋非常的讚，我剛剛跟土豆說我們要來吃興業，他說如果你們有吃到牛筋的話呢，有看到牛筋就一定要拿，這個讓他非常印象深刻。我覺得我也是，超級好吃。你之前都沒有吃到過？應該有，然後他一講我就想起來了，這個東西真的很讚，是一定要拿的，對。牛筋超級爛，胶質感濃厚啊！这道很特別，讓我想起來那種蔬菜蛋餅的感覺，蛋啊，然後裡面夾上一些高麗菜，還有明太子。可是加明太子非常的高級啊，這也是創意料理。這個蛋菜也很讚，明太子加上一點點奶味，今天明太子吃的真的是很多哎。我就是因為剛剛蛋菜覺得不錯，所以我才去拿這一道了，還不錯。現在進入烤物區了。這個價位就有一些現流魚，今天是赤中。我覺得我喜歡興業的一點就是他們常常會有一些當季當令的東西。其實我覺得他們有特別去跟別人做一些區隔，還有這個部分就是我還蠻喜歡的。雖然說我這個已經擺了有點久了，可是它吃起來還是很好吃的。上次去採善熱亭的時候呢，大家就說你香魚要拿啊。那我們今天在中貿店一樣也有香魚，而且它是宜蘭的香魚。宜蘭香魚其實很好吃。我們有去日本吃很多香魚啊，我覺得宜蘭的真的是可以說是持平或者是完全不輸的。但我覺得可能因為香魚它烤的時間需要比較久哦，大家要有點耐心，要守株待兔。魚下巴我覺得算是興業的一個特色菜，他們的特徵，很多地方可能都已經拿掉了，但是興業都還是一直保持，而且它魚下巴真的是優秀。哦，我覺得我好廢哦，竟然拿炒飯。拜託，炒飯是如果沒有出現的話，大家也會哀嚎的點下來。我覺得他們炒飯真的很好吃，想想的也很好吃，想吃天堂也很好吃。來幫大家測試一下爐烤牛排，我覺得吃起來有1180的味道。哦，那這樣很超值哎。
於到了吃甜點、喝飲料的時候了。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呢，真的是采善樂亭升級的非常多。今天帶回來欣葉看就很有感覺。說真的，我會在這個每一區，比如說甜點區跟飲料區各加100塊，應該有那樣的價值，應該有超過。所以有時候你去看采善樂亭的時候，你當下會覺得，好像沒有升級那麼多。可是你回來看的時候，你會覺得，這些東西你有可能加上去。它這樣是一個蠻聰明，就是你越吃到後面，你心情会越好。欣葉的甜點一直以來是我覺得最遺憾的地方，它就是有就好，然後沒有特別的有亮點。对，可是采善樂亭的話，我覺得它算是升級的非常非常多，而且我覺得目前所有buffet裡面的甜點，它應該算是我數1數2喜歡的，因為他們的口味不会弄得太甜啊，有一些很甜，剛開始吃起來很爽，可是說實話，罪惡感啊跟最後結束的時候感覺上面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很喜歡采善樂亭的甜點。其實我覺得餘韻還蠻強的，因為我到今天為止，我都還可以想象得到那個水蜜桃奶酪的味道。對，虽然那一天感覺上好像，花了蠻多錢，可是你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算是值得的。然後我覺得他們欣葉有一點就是他們有一些現做的這種什麼雞蛋糕，我觉得這種東西就是欣葉最強的地方，他們人情味很強，所以他做這些小蛋糕的時候，像小孩啊去吃的時候，他會看着他煎那個雞蛋糕的時候，心情就會特別好。有時候也不一定是食材一定要多好或怎麼樣，可是感受好也是一種。所以我覺得欣葉他們算是提升在這個地方蠻多，而且本身最強的地方也是這個地方。有一個人站在後面服務的感覺就是不一樣。飲料的部分，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有服務，但提供的東西還蠻基本的。再加上他們會有一些主題性的變動。那像今天呢，就是9州主題的話，它就有這2杯宮崎海岸物語以及摩薩果香薰。對，可是真正比較起來的話，你會覺得采善樂亭它的飲料區非常非常厲害。我現在還蠻想念它前面有一些奶蓋的東西，真的還蠻棒的。然後它的果汁是不算是蠻濃的。不過他們限定的飲料我覺得蠻好喝，像這個是裡面有一點點柳橙汁的元素在裡面。藍柑橘，然後這一杯是無酒精的。其實它跟采善樂亭那個口味是蠻像的，但是就是沒有那麼精緻這樣子。這一杯它也是一個柑橘調的，然後可是這杯是微微有酒精的。像對於一些常常來吃的人呢，他想要 CP 值比較高，那他覺得說像飲料這種，它有基本的有梅子醋、有冰咖啡喝，他就已經很滿足了。像我今天是自己不想喝，不然它其實也有台啤可以喝。它是18天的嗎？我沒有注意，但是它上面就寫台灣啤酒。可是我跟你講，18天的跟台啤還是有差很多的，18天太好喝了。但是還是那一句話，對於常常要來的人，他覺得 CP 值夠，他有啤酒喝就很滿足了。上次有人在哀嚎說，怎麼可以把最經典的千層蛋糕拿掉呢？那我今天看千层蛋糕，它的每一層比原來的又更厚實了，怎麼會這樣呢？這是栗香紅豆羊羹，我不喜歡吃羊羹的人，但是這一塊我難得覺得很好吃。我很喜歡吃上次采善樂亭的羊羹。好了，我們來總結一下啦，因為我們上次去吃采善樂亭啦，然後吃完感覺就是說升級的感覺沒那麼多，可是細細的回想一下，我們來吃這個的時候，我會覺得說，上次采善樂亭其實很多東西個別升級的蠻多的，所以有時候你真的是要回來才知道。那你吃完你感覺有升級對你有用嗎？很多的升級就是对大家來說那些食材大家會很喜歡，可是我不一定會喜歡。但是我覺得在甜點跟飲料區這個部分，我就非常的有感覺。所以你在那個地方，你可以各加多少錢？我覺得可以加100是 OK 的，各100對不對？甜點可以加100。啊，飲料啊，因為你不是很在意飲料，飲料我比較不喜歡花花綠綠的東西，我反而是喜歡基本的。哦，它基本的也有啊，可是我跟你講，如果你今天有喝酒，18天跟那個我會花150升。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就是要看你跟誰來決定它的價值。比如說今天我如果跟土豆，我就一定會選有酒的地方。對啊，沒錯沒錯，對啊，很爽，因為一口就1杯了。對，沒錯。那我覺得今天來這邊呢，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做到幾乎快要3點了，其實還有很多，比如說長輩他們就約一群人10幾個人，大家就在那邊聊得很開心。我覺得這就是欣葉它最
大家最喜歡的部分，而且這種時間長的，我覺得特別開心。所以如果以我來說的話，我回訪，我如果想要常常跟常見面的朋友的話，我會來這間店吃。可是如果偶爾比如說朋友從國外回來，我可能就會跟他去采善樂亭吃。对，所以有面子一點。对，因為畢竟要找到3.5個小時的中餐其實蠻少。那像我們這種年紀是剛好都有小孩的，晚上都不太能出門，所以我就覺得中餐這個部分時間長很棒。那比如說你想要帶長輩啊，或者是說長輩可能有一些比較重要一點的日子，那我可能就會去采善樂亭吃，因為畢竟那邊的環境比較好，比較安靜，而且整個感受上會比較好，而且比較有面子。所以在我個人來說呢，我對於這2間店就是會有我個人的功能性的，就是說什麼樣的日子啊，什麼樣的場合選擇什麼樣的地方。對啊，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然後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啦，大家拜拜嘍。看完今天這集，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樣，越來越喜歡中午用餐時間長一點的吃到飽？如果是你，這2間你會選哪一間呢？還是你心中也有平日中午用餐時間一樣長，但更值得推薦的選擇？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有機會我們再去開箱看看吧。